这是一个用备忘录记录彼此带电费用的双人账本。这个方案的好处是 iPhone 内建，除了电脑手机同时联动，还可以使用共享功能协同编辑。坏处则是要结算金额时需要逐笔加总，耗时又费力。而这个是类似结构 Markdown 格式的文字档案，同样透过 iCloud 服务同步到电脑手机，也可以使用共享功能协同编辑。不过如果再使用这个 APP 开启，文字的内容自动转换，并且金额部分还会自动加总统计在列表底部，瞬间就完成半个小时以上的结算动作。这个是我近期开发的应用程式，叫马克记账。欢迎来到gamma ray软体成果发布会。你好，我是开发者 Richard。马克记账就是以 Markdown 为基础的记账 APP， 除了云端共享与账友结算这两个根据需求设计开发的功能以外，总共还有5大功能特色。在进一步的说明之前，可以先到 App Store 搜寻马克记账，或者这个连结免费下载。下载完成后，在应用程式的资料夹内预设了一个档案与2个资料夹，类比档案是介绍功能特色的文件。Sample 资料夹则已经导入了5种不同类型的范例，而 SYS Config 资料夹当中的 Template Config 则是模板配置，这部分会在客制化的部分详细介绍。那么先从 Markdown 格式的部分开始，为什么我要使用 Markdown 来记账？首先，我是名软体工程师，基本功是不看键盘打字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我用键盘打字的速度会比手机操作来得快速而且精准。而 Markdown 除了是工程师用来写专案文件的常用格式，也是目前网络写作的最佳工具。知名的笔记软体 Notion 也是以 Markdown 语法为基础，因此我以语法中的标题、子标题、项目符号分别对应账本中的日期、成员、品项元素。这边看到 Sample 资料夹中002 Couple Sample 双人账本的范例，3个连续日期中的这笔资料包含2个成员记录着当天互相带电的费用。此时使用右上角的 Ending 按钮显示原始文字，就可以大致了解语法格式与画面元素的对应关系。在电脑编辑账本时，只要遵循这个格式，之后都可以正确转换成 APP 的画面元件。当然，都已经写成 APP， 记录的方法肯定是要以符合手机的方式来操作。因此，这边要说明的是快选清单的部分。同样是这个002的范例，使用下方的新增按钮开启标题画面，日期的部分会定位在当日。而成员的部分则可以使用已经建立的清单选择加入，储存后列表对比日期，并且包含成员。再来点击成员的内容区块，开启的子标题画面是用来建立成员的品项资料，同样可以使用已经建立好的选单功能选择加入。上述流程中，成员与品项的选单就是快选清单，这些资料实际上都是储存在 Template Config 的模板配置中，在记录时都可以动态扩增。而如果不想要额外的对应清单，也可以在选单下方输入品项文字，直接新增品项资料。这样子的清单设计，除了较为符合手机的操作以外，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是我个人平时是没有记账的习惯，每次要记录这个双人账本时，都是已经累积了好几天才突然想到，所以一次性的批次作业，我认为会是个较为合适且高效的记账方案。透过选择的方式将品项输入到子标题的画面后，再来就可以填写每个品项的实际金额。这边要说明的试着运算，也就是这个金额的输入框，除了可以填写单纯的数字，还可以使用加、减、乘、除与左右小括号记录完整的数字运算过程。这么设计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认为，因为是双人账本，所以很常会出现要平均分担的时候，例如日常生活的房租、水费、电费，或者餐厅一起用餐，那么负担的费用就是该项金额除以2。而若是路边零散的小吃，只是用括号先加总后再平均，也是另外一种很常见的情况。使用这种记录数字产生过程的方式，后续回顾时就可以大致了解，这个金额有点大的数字其实是好几个品项的加总，而另外这个不大不小的金额，则是已经加了一层服务费，然后再平摊而来。这边试着预算的部分，返回到主列表页面，还有一个额外的检查机制，其中红色惊叹号代表输入的运算日有发生错误，无法得到正确结果。黄色惊叹号代表有输入品项名称，但金额部分为空，而灰色惊叹号则代表输入的金额为0。会提醒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金额为0，其实也并不需要记录。完成这一整段的账本资料输入后，观察列表页面品项金额试着运算的部分，有蓝色等号呈现出计算结果，而在成员的内容区块下方，则自动加总该成员的所有品项。下滑到页面的最底部，则是依据所有的日期数据统计成员的全部带电费用。如此，每当要结算时，查看这边的数字，就可以知道谁帮忙带电的费用比较多，而谁又应该补多少差额给对方。资料清晰又完整，并且还省去许多统计与检查计算正确性的时间。
前面示范完如何用 Markdown 文字或者 APP 操作建立完 Markdown 的账本后，再来就是要共享档案，邀请对方来共同编辑。返回到档案浏览的部分，先将这个档案搬移到 iCloud 的云端硬碟，然后长按档案选择分享功能，出现这个选栏后，再选择在 iCloud 中共享档案。此时我选择用 LINE 的方式传递。这边加入成员的部分要输入的是对方的 iCloud 账号，完成后点击继续按钮，然后选择通讯软体的对象。如此，对方在收到这个连结后，开启并且登录账号，点击画面中出现的新增至 iCloud 云碟按钮，就可以在 iCloud 中看到对方共享的文件。此时双方编辑的文字就会透过 Apple 官方的云端服务同步数据。使用这个机制，好处部分是不用再额外的注册其他账号，可以避免第三方资料传输的隐私问题。而坏处的部分则是这个同步机制并不及时，有时会等了许久都没有更新，或者是同时编辑，其中一个可能会不小心覆盖掉另外一个。因此，关于 Markdown 档案，我会再加一层保险。由于我在 iCloud 中本身就有个资料夹，专门存放用 Markdown 记录的所有笔记文件。这些笔记文件平时就会使用 Git 的版本控制软体同步到内外网的 GitLab 站台。我将 Markdown 的账本也加入到版控中，如此要发生资料丢失的唯一可能性，就只会在手机、电脑与伺服器3层资料同时被清空才有可能。知晓上述如何透过 APP 的各种功能以及云端共享的服务，建立一个可共同编辑的双人账本后，在 Sample 资料夹中，除了编号002的双人账本，还有001个人账本、003多人账本、004活动预算、005时程规划。这里要展示的是 Markdown 账本功能不设限的特性。想要重新定义账本用途，在列表画面使用右下角模板按钮，可以开启模板的设定画面。上方档案的部分用于套用不同类型的模板，下方配置的部分则是每个模板的细节。展开后分别有5种参数可以调整。第一种是标题的配置，除了先前介绍的日期以外，标题的部分也可以像快选清单一样，配置可以选择列表，如此就能自定义标题的名称，提供比固定日期更大的弹性。第二种是子标题的配置，除了以个人为单位的成员，也可以切换成特定物品的资讯组。虽然只是个图示的变更，但对于账本用途与定义，就可以从记录带电费用的双人账本变成编号001的个人账本。而如果再搭配标题配置的列表选项，编号004的活动预算就能立刻成型。第三种是品项的配置，画面布局相同于选单画面，差异仅在可否勾选。这边品项主要分成2种，快选品项与类别品项。快选品项就是最常用的摆在上面，方便快速选取，而类别品项则是当品项数量众多时，可以分门别类，避免要有记录却找不到品项的情况发生。第4种是单位配置。Markdown 档案，我认为它本身纯文字的特性，基本上就代表了各种可能。除了最基本可以设定成不同国家的货币，也可以使用时间、长度或者重量、卡路里等各式的计量单位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单位变更，但对于整个账本的意义就完全不同。例如编号015的时程规划，就是一个日本旅游的行程估算表。当然，再变更一下档案名称，还可以变成一个开发 APP 的时程规划，又或者是工程师1天的任务安排。第5种是小数点的显示，在某些单位的情况下，小数点可能并不是必要的，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开关，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呈现。上述这5种参数组成的模板配置，是记录在 SYS Config 资料夹当中的 Template Config。在这个路径开启档案后，可以单独的编辑配置档。而这个档案本身也是个 Markdown 格式的文字档，你可以在邀请他人共同编辑时，同时也分享这个配置。如此就不用再重新建立模板，也能减少新成员初次使用需要经过的阵痛期，可以更快熟悉账本的使用。那么这次的 APP 发布就先到这里，如果在使用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有任何的新功能建议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谢谢大家。